合集系列又来啦！这期我们挑选了2024年新北市我跟太太拍过私心喜爱的美食23家。有些隐藏在我们的旅游影片里面，有些刚好那集流量很普通，又有一些藏在深山里面，特别适合满足身心灵。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我说，2023年的呢？我还是那句老话，那时候拍的虽然有更多喜爱的美食，但是回顾下来发现我那时候拍的真的是太烂了，不敢拿出来献宝。所以这一集是以2024年拍摄的店为主，分别涉及的区域有淡水、三重、板桥、三峡、新店、瑞芳、深坑、石门、金山、万里。因为影片非常的长，所以底下都是有时间轴，欢迎大家挑重点看看哪一些是你没吃过的。很快的，午餐时间到了，我们就近来到老街的南北朝餐厅用餐。那很多人呢都会问我们说，如果来淡水玩的话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餐厅？不要小吃，要餐厅。那我们10之8九呢都会推荐南北朝，它都会在我们的推荐名单里面。我们今天来呢，除了是自己嘴馋之外呢，也想验证一下，我们还可不可以继续推荐这间餐厅给朋友。看起来有没有好好吃哦？这道呢是苏式东坡肉，然后这一份呢是260块，有4块蛮大块的东坡肉哦。然后再来呢，我们加点70块，这是荷叶夹，也就是小挂包。那我们把它包起来试试看吧。好吃吧？你先讲，我先吃。这道东坡肉无敌好吃，让我联想到苏杭餐厅的东坡肉，也是一样，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如果是苏东坡的话，我可能每天都是光吃这东坡肉就好了，我再也不会去想要进京当官的事情了。东坡肉上座的形状还保持得非常完整，肥肉的部分呢入口即化，瘦肉的部分也不会柴。那它的酱汁呢是带点甜味，而且微微带点醋的香气。这家店其实在它刚开幕的时候就来拍过，那我们的观众虎哥呢就听了我们推荐来吃这家，结果他又反推这道菜给我们。我跟你讲，虎哥的推荐从来没有出错过，超级好吃。这是蟹黄小笼汤包，这一笼是220块钱，我们来吃吃看。鼎泰丰这一般版本的小笼包呢，一笼就已经要200多块钱了。那这个是蟹黄的版本哦，220块，我觉得算是相当合理。那我们自己呢，在吃这间餐厅的时候呢，比较的对象是鼎泰丰，而不是平价鼎泰丰哦。我们第一颗先吃还没有沾酱的版本，那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呢，先感受到它高汤的浓厚，再来是蟹黄的那个醇香呢，慢慢的浓郁出来。再来讲它的外皮，其实相当的薄，口感很好。那但是呢，你拿起来的时候，它的皮又不会破掉，里面包裹的汤汁相当有垂坠感。这是手工如意金条，这份130块钱。那刚我本来有点纳闷，是不是马蹄条之类的东西，就不是，他说是炸春卷，比较像是这样。对对对对。
怎么样？咸的还是甜的？咸的。我跟你讲，店家解释说它像炸春卷，完全就是为了方便起见。我觉得吃下去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首先，它的皮就已经不是润饼皮下去炸，看起来比较像是吐司之类的东西。然后再来是我刚刚一口咬下去的时候，有一种吃汤包的感觉，因为全部都是汤汁，然后那个汤汁也非常的浓郁，有点像白菜卤的汤汁。它的外层酥皮其实蛮像春卷皮的，然后在里面一点点的呢，吃得到那种吐司的感觉，搭配上里面像奶油白酱，其实蛮像很精致版的棺材板。这是蓝莓起司春卷，这份160块，我们来吃吃看吧。上次吃完之后，所有的菜里面，这道最让我印象深刻。你吃过甜的春卷吗？我跟你讲，虽然说听起来真的很奇怪，但它吃起来超级无敌好吃。来摆一个欠揍的表情。完全没有违和感。我跟你说，它这个起司啊，很浓郁，微甜的，再加上蓝莓也是微甜的，然后又有点果酸香。好，饭后一定要来一道收尾。这是店家招待的，这叫时盛寒天。可是我们刚刚呢，没有在菜单上面找到这项点心，它超特别的，就是有点像果冻，然后底下是红豆。那因为它，我觉得这道菜根本就是在秀刀工，它切得很精细。那一放到嘴巴里面呢，它那些切开的部分呢，就会在你的嘴巴里面瓦解，啪啪啪啪的感觉，变成很多的小方块，好像那个看小当家那样子哦，神奇魔法之类的。这间是满级养生食堂，这间店这3点其实已经蛮有名的了，但是我本人在三重生活了20几年，我没有吃过这家店。你很多都没吃过，今天你都还没吃过。目前拍的我都没有吃过。好，我们来吃吃看。我们点的这个是药膳乐排，刚喝一口汤后超级惊艳的，它整个就是非常的浓郁，而且呢，中药的甜香啊，充满你的嘴巴，之后尾韵还会回甘。很好喝，我也觉得超好喝的。是它的乐排呢，就是所有的味道都煮到汤里面去了。那因为沾满汤汁的味道，使得这个乐排变得很好吃。那煮汤肉一定是口感会比较差一点点啊，但是呢，它整个卤豆味你不用沾酱也非常好吃了。其实要炖排骨啊，这些肉啊，其实都是要把它煮到那个汤里面进去，所以呢，大家对这种酱的要求就很高。它的酱还蛮好吃的，对不对？而且它沾了酱之后呢，肉的感觉会变得更滑顺一点，这种拿来煮汤的那种干柴感就会减少很多。这才是那种正确的吃法。对，突然脑袋卡住。有一点我一定要夸一下，就是它这个乐排来说，算是我们吃过几家里面最多肉的一间。你看它的肉很多。大家不要一直看我吐这个肉怎么样啊，其实我是非常满意的，因为它的汤真是非常好喝，所以呢，我会用很高的标准来审视这碗汤。肠油面线好好吃哦，就是我刚刚看它下面的酱色啊，就会觉得哇，这一碗一定非常好吃。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面线是使用比较粗的面线？我们已经讲这碗汤讲那么久了，才把面线拌开，它丝毫还是没有那种纠结成块的感觉，非常的棒。还有香气很清新淡雅，混入一点点酱油调味，那我觉得这样子吃下来呢，感觉非常的精致啊！能够在小吃店吃到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不容易哦。我觉得如果你有吃过米其林必比登那几间的话，来试这个也不会失望，甚至更胜。它也很有资格成为米其林必比登。
90年的老店，专卖日式和果子。它的百货公司有门市，但是三重这边呢是它的就是生产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吃到最接近就是刚生产出来的东西。我们先来吃看他们的招牌，这个叫做牛皮，它有多厉害呢？之前北投嘉禾屋就是放这个在房间招待他们的宾客的。东西很特别，它有点像是铜锣烧的皮，然后是包裹的麻薯。那这个蛋香非常的浓郁，然后再加上里面的麻薯呢，就是软软的啊，微甜微甜，我觉得配茶会非常好吃。我个人觉得它蛮特别的，我觉得吃起来的那个口味很像我们吃长崎蛋糕的那种口味。再来这个点心叫做福沙。它有3种口味，我买了紫苏的，里面一样都是红豆馅，差别在外面它撒的粉，我们来吃吃看。它这个皮看起来有点像蛋卷，我自己这样觉得。哦，眉毛出现喽，很厉害，它一样哦，就是比较像是铜锣烧的皮去做变化，那里面包的是红豆，但是红豆馅呢，你可以吃到很绵密的部分，也可以吃到那种比较颗粒感，然后带壳的部分。那尾韵呢，会慢慢的飘出这个紫苏香出来。这个最终的品相是他们店内的老师傅自己最自豪，我觉得最好吃的品相。那虽然说他们有很多品相里面都有红豆馅，可是其实他们的每一种红豆馅呢，它的口感啊、比例调配都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呢，吃起来已经有点像红豆酱了，里面还是能够吃得出沙感，但是非常的细致，有够好吃的这一颗。一般内馅没有这么湿润。这个真的是能够吃得出老师傅的功夫所在。我们这样一路吃过来，吃了2、3颗，每一种都很甜，但是呢，却不会让你觉得讨厌，还是非常的好吃。这个最终的皮特别的好吃。那我们刚刚一路过来都没有喝任何一口茶，完全不会觉得嘴巴很干燥，它不会吸你口腔里面的水分。这个叫做百香果蛋雪，是他们即将要推出的新商品。我刚刚拿到手上的时候，哇，就闻到那种淡淡的果酸香，好喜欢哦！会被喂食了。对，它要冰冰的吃，然后吃下去呢，就是很奇怪，就有点像果冻，然后可是你知道这个下面呢，又有点绵绵的感觉，非常的奇特。那其实刚刚这边是有一颗白葡萄的，只是被我弄掉了。明月堂啊，因为是从日治时代的时候就有了，所以他们一直以来呢，就保留那种很传统的路线。但是除此之外呢，他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像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艳，整个呢充满那种百香果汁的香味。那这边呢比较像是果冻的口感，这边像是很绵密的那种湿润蛋糕的口感。我觉得它这是一个都是蛋白对，这是蛋白，然后加入百香果汁水呈现这个颜色。就我刚刚吃下去的时候，我想说应该是另外一种蛋糕口感，不是，它完全就是像有点像布丁的口感，就是很惊喜，因为很少吃到这样的口感。其实我跟你讲，前面刚刚的东西我都没有吃过，就是没有吃到一样的东西过。对，因为他们真的是很日式传统路线，所以除非你有到日本旅游去买过他们的东西，不然你在台湾其实台湾的和果子也很少是那样的口感。这个我看评论也是很多人买，这叫做樱笑，它是樱花麻薯，那里面包的是白豆沙。但是呢，不只是这样而已，它上面呢是腌制的樱花，所以你可以吃得到一点就是类似像梅子的那种香味，然后有一点点淡淡的盐的感觉。那重点是在于它这个皮的口感真的是非常好，你轻轻的一抿，它就会整个都能够切断它了，不需要用到牙齿去咬它。一般我们外面吃一些什么大福之类的时候，它有时候你没有用牙齿一咬的时候，它会内馅会被挤出来，然后上面又没有咬断，这样它就是一个非常一致的一个口感，这样子很特别。它吃着吃着还会有微微的酸甜味跑出来，而且刚刚不是外面一朵樱花而已，连内馅里面都有樱花。这是我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想要来买这颗橘子大福。你看里面的水果比例也太多了吧？还有草莓大福也超厉害，可是今天一个大福都没有了。
这个门市它其实主要是工厂，所以它在店面上面呢没有做的那么吸人眼球。那包装上也是还好，可是呢它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好吃。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来的话，一定要来试试看。我觉得比很多日本都还厉害。城市越南法国面包，他们家的面包都是现场手工亲手制作的哦。我跟你讲，他刚刚在夹那个叉烧，说哇超多了，而且看起来超好吃的，而且内馅很饱。这个多少钱？90块。我们来吃吃看。这法国面包有够出色，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商品，就像他写的一样，香酥内软香浓。最靠近啊，奶油味又超浓的，然后呢，你一咬，里面那个奶香在嘴巴里面扩散，舒服。然后咬到它的皮的时候是香酥的感觉，然后里面面包体是软的。对，不像有时候你吃到法国面包，就是除了硬之外就没有别的了。我觉得它可以加上清爽，因为它里面的那一些腌萝卜什么的也做得很好吃，很清爽。我们今天点的口味是叉烧火腿，那叉烧也蛮出色的哦。这个肉呢蛮湿润的，不会说干干柴柴的，然后里面的料超级多，然后整个水分还蛮足够的，因为还有加上小黄瓜啊、萝卜等等的，还有香菜。可是如果你不喜欢香菜的话，可能要叫老板不要帮你加这样。我觉得这一个90块，我觉得非常的合理的价格，因为我目前很少吃到比这个价格还要低的了。重点是它90块啊。内馅还给的超多的，而且不输那些有名的店家。那成人吃一个应该差不多就饱了。真的，他刚刚下那些料的时候一点都不手软。我很喜欢他们里面的腌萝卜，非常的大根，然后提供很多的水分这样子。刚在那排队的时候，我心里还想说谁要买这种原味的法国面包啊？结果我错了，我咬下第一口的时候，我心里就是好想多买几个带回家哦。这奶油真的是超香的。是小乔新疆羊肉串，然后我们在来的路上呢，碰到了一个健身 YouTuber 叫做大 H， 我的偶像。对，然后他推荐我们来吃这个小乔，那刚好也在我们的名单里面，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那这个是我们点的这个羊肉砂锅小份的，然后里面呢有蛮多的料哦，我们来试试看。哇，看起来好好吃哦！我最受不了就是这种东西了。有好喝的汤的感觉，然后又有肉啊，然后粉啊什么的。我刚刚看这个汤底啊，它这样乳白乳白的，我就觉得这个汤一定不会错。它喝起来呢非常的甜，里面有蔬菜，应该是洋葱的甜味，然后再加上它羊肉本身的甜味。我刚刚喝到第一口也是哇了一下，因为那个汤真的是哇满满的洋葱的味道。这样就是。像我很喜欢吃羊的啦，我就觉得它是有羊味，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骚味。那我们很多人会怕骚味，我就不太确定。就是我喜欢羊味的话，哇，超爱的那个味道，很香，很像我们在吃那种石头火锅啊，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的羊肉那种感觉，而且是好的羊肉。补充一下，它的羊味程度非常的轻微，敏感的人应该喝得到，但是其实我觉得它不到腥骚。羊肉稍微有点厚度，感觉是手切的。那它的口感呢是有一点点嚼劲的，但是不老不柴。跟我们一般吃到不一样，我们一般都是冷冻之后，然后再用机器去削。
它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看个它的辣给大家看看。你刚刚吃过，你已经不行了，对不对？我跟你讲，它就是该怎么说，很奸诈。你想说放进去嘴巴不辣啊，好像可以吃第二口。可是啊，你要等一下下，因为它释放的非常慢。其实我刚有被它辣到喉咙。它的辣真的很慢，可是它真的蛮辣，所以你会慢慢的有点辣，慢慢到超辣这样。可是它大概要花个1-2分钟才会辣到很辣的感觉。汤啊，还有它的肉都很出色，所以呢，只要放上很细致的东西下去都很好吃。这是羊肉串，1串40块，那至少要点4串，我们点了2串不辣的，2串辣的。来试试看。这是烤肉串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新疆孜然味。那它的肉质呢，我觉得算是蛮嫩的，就是肉的正常咬劲的那种感觉，算处理的很好哦。然后它的带有一点点油的香气，并不会说太过油腻恶心的程度。如果你是牙口不好的人，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它是属于有嚼劲的，越嚼越香。人家说大口吃肉就是这种感觉。这个不太能吃辣的，吃看这个辣什么？它一样也是释放的非常慢哎。我刚刚本来已经边摇边在想，我等一下要怎么讲了。我本来想要讲说，它是有一点点辣，不过呢，它的香气大过于辣，非常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辣还好，就越咬这个辣就越释放出来。不过我觉得比起刚刚那个酱啦，算是不辣一点。他们大盘鸡好像很厉害，因为我看好多人都点那大盘鸡。然后我刚好吃那个洋葱，我说很好吃嘛，吃起来好像在吃什么水梨的那种甜度。然后刚刚就看到我隔壁的人啊，他在吃那个汤的时候呢，他就把一大堆的洋葱都加到汤里面，这样子，好好吃的感觉哦。牛肉河粉，那这边其实我们在查美食的时候有查到，那刚好刚刚大 H 跟我们推荐，所以我们就来吃这间。刚刚大 H 跟我说，羊肉跟这个都是健身可以吃的，所以放心吃，大家。这家的这个青木瓜丝呢，我觉得它的酸跟辣都会有一点，那辣椒粉还蛮香的，但是不至于太辣，我都可以接受的。然后它的那个就是怎么讲，它的对切的比较粗一点点，所以口感非常的好，但是它的那个质地吃起来是细腻的。我觉得相较于泰式的青木瓜丝的话呢，它的比较鱼露味没有那么重，然后刚刚吃到有点小虾米，这个还蛮香的，就是增添一点海鲜的味道。然后再呢，它还有这个番茄。翻一翻，不然它已经比较熟了。对，我觉得它的熟度其实控制的应该算是蛮好，因为它会渐渐越来越熟。虽然说你上来的时候看到都红红的，有点可怕，可是我相信你吃到后来应该会感谢它这么做。牛肉我就不能吃啦。不过呢，我们今天点的是牛肉汤嘛，所以它里面给你非常的多的豆芽。那像你平常不太想要吃那么多的碳水化合物的话，你拿豆芽当成面的角色还蛮不赖的哦。好好吃，好甜哦。对，而且你刚刚一端上来的时候，它满满的那个九层塔味道好香，你一翻的时候，扑鼻而来的九层塔味道。刚吃牛肉的时候啊，夹带了很多汤的甜味，然后这个牛肉好嫩，好好吃哦。刚刚听到旁边的人在说，今天可能因为天气比较差，所以人比较少一点。这拜托人哪有少？我们等上菜等了大概至少15分钟吧。现在外面都是人，好像在排什么演唱会一样。它喝
起来其实有微微的辛辣感，那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如果你整个汤呢都是蔬菜的甜味的话，你喝到后来其实会觉得有点腻。虽然我刚刚讲的很气愤，可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好好哦，你只等15分钟就吃得到阿准哎。哦，人有够多。这一间是全香豆花，我是因为在 Google 上面看到它的配料啊，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吃，所以就决定要来这一家。那我点了一碗冰的豆花加3种配料，蜜芋头的话是要另外加5块钱，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碗爱玉酸甜咸。那个糖水感觉是冰糖型的，我们来试试看。好，我们已经开始吃了这家非常合我的意。首先是它的糖水很不甜，然后我又把它调成了微糖。那我在吃豆花的时候呢，它的豆香味就非常的凸显。然后呢，我今天点的配料里面有芋圆、蜜芋头跟粉条。那芋头的部分呢，都是非常的。对芋圆，对芋圆里面的芋头，我是这意思，都非常的扎实，而且芋头的香气很显著。它的芋圆啊，非常的扎实。那我们知道啊，芋圆如果你加粉多就会很 Q， 但是它这个是很有口感，咬下去的时候不会过分的回弹，可是又咬得到那个 Q 劲，所以是非常扎实的一个芋圆。这蜜芋头看起来就像把芋头切一切丢下去啊，可是却很好咬，对不对？可是吃起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就会它已经炖到这样绵绵的。但我非常喜欢吃蜜芋头，可是又怕吃到糖质的太过分的，那这个很刚好。我现在吃这个豆花吃很大口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有一个那种臭灰搭的焦香味，可是是我们很喜欢的。有些人就是很喜欢这种派系的，对不对？虽然我开头的时候就讲过，但是我想要再强调一次，因为不甜的糖水更凸显它这个豆花的豆香味，真的好好吃。这间厉害。这一碗是爱玉酸甜咸，刚刚喝了一口，层次非常的丰富。除了它名字上面有的酸甜咸之外，还多了一个微微的苦味。然后我觉得让这个味道啊变得非常的就是层次感很深沉。这一碗里面有醋柠檬，还有咸的桂花酿，然后黑糖糕。但我觉得它整碗的口感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 QQ 的东西，但是呢，因为它的味道啊非常的丰富，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吃起来很无聊。原来醋柠檬在这里啊，它吃起来真的非常的生津解渴，就像我们平常在外面啊买那种就是润喉爽身的东西。老板他本身是一个摄影师，你在这个墙上啊可以看到很多他的摄影作品，他电视上也都播了他拍的一些去各国地方旅行的一些影片，然后他们讲的东西拍的超好的，大家坐在这边也是非常的赏心。这里是海爷4号干面，我们点了一碗4号干面，然后这碗4号干面呢，它其实就是皮蛋酱跟麻酱的组合，还蛮特别的。哇，快来吃一口啊！这要赶快吃，越办越稠。我们之前来拍过三峡2次，每一次都有人偷这一间，因为我们有一次太晚了，然后这一间就关门了。哇，赶快来吃！
它的辣后劲还蛮强的。本来想说它皮蛋面虽然有辣，可是拌上麻酱应该会柔和一些。它是从后面那样子慢慢辣出来的。我要来试试看，大家说这个皮蛋面真的是必吃的。我觉得它酱给的非常的大方，然后它里面因为有皮蛋啊，有麻酱，所以综合蛮多这种勾勾的东西，它整个会变规格，可是吃起来还怪好吃的。就是勾上加勾，所以它口感非常的滑顺，你基本上感觉不到什么线条感、颗粒感。它这个辣我很喜欢，但是你觉得一个不敢吃辣的人可以吗？我越吃越喜欢因为它是那种很直接的辣，然后但是不会给你有一点什么很奇怪的刺激感或什么，所以蛮舒服的。对，我觉得蛮像那种你加在鸭肉羹里面辣粉，或是日式拉面里面辣粉。就我前几天才看到嘟嘟妹跟酷的梦他们拍一集 podcast， 然后酷的梦都讲说他给外国人吃皮蛋就被台湾人骂爆，因为他台湾人说皮蛋不是那样吃的，你要加豆腐，要加酱，要加什么，不是直接吃的。这个就是完美吃法其中之一。虽然很好吃，可是它的辣会一直堆叠上去，所以以我这种不太能够吃辣的人，我应该是吃不完一碗的。我是正常人吃辣，我觉得这个辣刚刚好，小辣而已。还搭配一碗赤肉汤，那冷冷的天喝碗热汤最舒服了。这个汤喝起来呢，姜丝的味道非常的重，所以刚好可以解刚那种很勾的腻感，而且辣味呢也能稍微冲淡。所以我觉得如果配上汤的话，我可以把刚刚那碗面吃完哦。我觉得这汤非常好喝，我还想说它会不会出一个什么赤肉羹，因为它这个赤肉很舒服，而且上面有抓一点点粉。对，非常的嫩，很滑顺。所以如果他有卖什么赤肉干面的话，我想我应该也会非常的喜欢。榕树下鲜肉包是我们的观众推荐给我们的店。他一次推的时间，这种人最上等的，我最喜欢这种人。有一些人就是喜欢讲说啊，这什么美食沙漠，然后就后面都不讲话，不推名单。对，好，我们来吃吃看，这颗是菜包，高丽菜包，怎么样？我光是看这个面皮就知道是老面的。没错，它面皮很有咬劲，很鲜甜。我看它这样有点黄黄的、粗糙的表面，这一种是我最喜欢吃。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老面面皮的人，一定会很喜欢。这颗好吃哎，高丽菜很甜，然后它保留一点脆的口感，可是水分又不会太多，可以说是整个都掌握的非常是刚好，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些虾米炒得很香，然后里面都是超好吃的。对，有一些冬粉啊，去增添它的口感。这个好适合当早餐吃，有一点味道，可是又不会太过油腻。我觉得我早餐可以吃个2颗哦。皮又 Q 又香，这是极品。鲜肉包，哇，它的内馅是很饱满的，它其实这一颗20块，我觉得非常的扎实。哇，这个肉质一定很鲜甜啊，而且它那个颜色是，它有调一点点酱油在里面，所以应该是味调是够的。等一下，你都还没吃，我都还没讲，你怎么知道这里面肉汁超多？这咬下去真的是那个水啊溢到嘴巴里面。我跟你讲，我们拍吃的东西那么久，一眼就可以知道好东西好不好吃。它其实很像小笼包的那种内馅的口感跟味道。它的外表很像我们吃到那些很好吃的破酥包。对。它算是那种不是很油腻的，然后味道也算够，可是又不会太咸，所以我要改口一下，早餐吃这个2个我也可以。它里面给的料是很饱满的，那葱也很多。其实后来发现说里面有淡淡的姜味，这应该就是它清爽的秘诀吧。我跟你讲，它油香四溢，我喜欢吃这种哇，里面很油香的，香却清爽，完全不冲突。跳动的面团啊，简直是最美的一道风景。红糖馒头，那已经吃过刚刚的肉包了，就知道他们家的面皮一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刚在拍这些画面的时候，都发现，其实要剥开不太容易，因为真的是太有 Q 劲了。老面的馒头我比较少见，你看它粗糙的皮，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也是老面的。我有在评论上面看到人家说什么红糖馒头，它吃起来觉得没有很惊喜，让他觉得有点失望。可是我觉得没有，好舒服哦，就是
真的是念很香，很有咬劲，然后红糖的香味都在里面。相信这个，如果你拿回家蒸的话，你的水分跟火候要温度控制的刚好，不然的话呢，它冷掉可能会蛮硬的，因为真的太有咬劲了。如果我早餐我一定会买一个这个馒头，因为我喜欢早餐，然后慢慢去咀嚼这种香 Q 的快乐。我小时候有时候买早餐就喜欢找那种可以嚼很久，然后很香的那种。从咀嚼中苏醒。没错没错，那一天上学就会很开心。吉卜力豆浆。完美的早餐，虽然现在是下午2点，但刚起来就是早餐。刚刚95分加上这一杯100。先吃一间餐厅，这间叫做古早错，这是深坑老街这里的最有口碑之一的餐厅。来到这边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先找一间豆腐餐厅来品尝各式各样的豆腐料理。像我们今天点的这个是清蒸臭豆腐。这清蒸臭豆腐我完全不期待，但是它来了以后让我非常的惊艳，因为呢，它整个把这个街头小吃的层次呢提升上来了，变成像餐厅的大菜一样。它这个汤底呢是像是那种，我们会在喜宴菜里面吃到那种高汤的感觉嘛。它臭豆腐有入味，但不会过于的抢戏。那它旁边有点缀一些虾啊、毛豆、绞肉呢，让整道菜变得更加精致。我觉得必试哦，一定要来试一下。光这一道里面就可以吃到2种豆类料理。这个是金牌豆腐卷，刚凑近一闻的时候呢，闻到肉桂香，咬下去口感很像苹果派。实际上再细细品尝呢，就觉得它很像港点的这个炸海鲜卷，但它其实里面都是豆腐啊、香菇，还有虾子哦。我个人非常赞赏这个，因为它里面的豆腐啊，搅得很像我们吃鹅啊的感觉，然后里面有那个香菇嘛，很像在吃肉感觉，所以它虽然不是比较偏素的一道料理，可是吃起来却比吃肉还爽。但里面有虾子。这一道是他们的私房煎蛋，到底有多私房呢？它里面有一点菜脯，然后我看到还有葱跟香菜。我现在目前看起来它很厚的像一个披萨一样。刚没发现下面还有油条所以要好好的去探索它。这蛋不简单，它真的比平常融合更多的食材在里面，层次感很丰富，但却不会杂。煎蛋也是非常能够辨别厨房功夫的一道菜。这道是白斩黄金鸡，这个才1/4盘而已就已经这么多了，就跟半鸡一样大，所以它1/4450我觉得是合理。赶快吃看，赶快吃看。哇，这个不用太怎样调味，真的是抹个盐就非常好吃了。你看它油亮的，然后我觉得肉质呢算是软硬适中，不会太过于结实咬不动，也不会太过松散。而且我觉得丰富的油脂还是蛮清香的。对，这个就是重点。这盘是樱花虾高丽菜。它的那个咸淡度呢调整的蛮平衡的，并不会说过咸或过淡。然后重点是它樱花虾真的放了很多，蔬菜很有水分，所以这家的蔬菜我觉得都可以放心的点。这个是四季茶香排骨汤，然后喝第一口的时候真的有在喝茶汤的感觉。我跟你讲，我第一口的时候，我想说，它到底有没有加盐这样子？然后什么，蛮清淡，就越喝觉得它越浓郁，就越甘醇，因为感觉是食材的甜味全部都熬煮进去。对，但我觉得如果你是那种很重口味，你可能会觉得它没有加盐，可是我觉得超级好喝的。那我觉得大家看看自己的口味去斟酌点，我是必点的，因为我觉得超级好喝。虽然它的菜名是讲说茶香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喝起来像是用茶叶泡的茶去煮成的汤。
它里面每一个食材都弄得很好吃哦，像这个排骨啊，也是咬起来嫩嫩的哦。然后呢，还有这个蛤蜊，我觉得香菇非常饱含水分，香菇还有2种，好喜欢。还有这个是竹笋。我们全家人一致认为啊，这边的清蒸臭豆腐是我们吃过最好吃的。我觉得大概60-70%的老街都有大树下或榕树下，但是这是第一次让我看到这么壮观的大树哎。我们再来要吃的这家啊，叫做大树下串烧臭豆腐，它可以选2种配菜，55块。其实我们本来是打算要结束，但是想说没有吃串烧臭豆腐太对不起来到这个地方了，快来吃吃看吧。我们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深坑臭豆腐，像这样子的。可是呢，我觉得这边还是有点不一样。这边的上面啊，它其实是带一点点花生酱的。但我吃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今天选的一个香菜，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像在吃猪血糕的配置。它其实吃起来跟我们在外面能够吃到的稍微不一样。外面的是酱感比较重，那这边有一点花生的味道，我觉得，来这边尝试一下也蛮棒的。它的灵魂就是这个花生酱，你一坨吃到的时候真的是超爽的，有够香，有够好吃。它这个豆腐的品质很好啊，你看密度很高，然后呢豆香味超浓的，对，之前很推，好好吃。山上来，这里是吴妈妈大溪豆干墙，那她要打烊前赶快抢下最后一盘。这里面真的是有那种秘境山林的感觉。它这是在一个好像什么白鸡宫还比庙里面这样子，那还蛮特别的地名。然后这边竟然有一块好像小小的商圈，我觉得这边好像以后可以来探索一下哦。真的很酷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试吃过一下，好好吃哦。就如果不是观众跟我们说有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不会知道。对，而且我们之前是吃那种很强的老阿伯，然后人家说这个更厉害这样子，我们就来吃看啊。超香的。有观众问我说：“你的眉毛啊，我每次都说你眉毛就是皱在一起，就是你都乱讲。因为通常我按下拍的时候，你的眉毛已经松了这样子。好吧，这个杏鲍菇好好吃哦，一咬下去，它的卤汁是属于那种有一点咸味，可是是很有层次感，不是单纯的咸，还有带一点那种有点像茶香类的那种东西。是那种卤汁可以喝的卤汁，然后卤进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吃下去会有一点小小爆汁的感觉。你吃这个花干。也是爆汁，我觉得你要把它跟那个卤汁沾在一起吃，很好吃。不用特别沾，它里面其实都饱含了。我觉得它这个卤汁是属于那种很温柔，可是又让你怎么讲，它味道又够这样子。它会不知不觉让你胖的那一种，因为你会吃很多。感谢老板娘帮我们加菜，这个是高丽菜，然后我无法拒绝嘞。对，就是接受了，哇，对老板娘不好意思，拒绝了对自己不好意思。真的也很好吃哦，我跟你讲。这种好吃不需要言语，你知道我们刚刚的反应是这样，夹起来放进嘴巴，然后哇，好好吃。我跟你讲，他给我们那个高丽菜，我觉得真的很贼，因为他完全吃得到他那个卤汁的那种中药香。我刚刚在吃别的东西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感觉，哇！吃到这个高丽菜就是这样，甜香、中药香一起来。你一讲，我就想起了，的确是中药香没错，因为而且高丽菜它本身的甜味也没有去把它盖掉，所以它2种一起衬托。它这好吃到我会，比如说热炒店有卖这一道菜，我会特地点这个高丽菜来吃。我是会动念想要可不可以包一份回去给小孩配饭。这一家的东西啊，全部在前面都加一个爆汁。所有都是那种很会吸附卤汁的东西。对，这叫爆汁香菇。
豆干有2种，一种是软的，一种是 Q 的。那软的呢，就是会切的比较短的这一种。我用筷子这样去感受啊，的确可以感受到它的那个柔软的感程度不一样。觉。其实我刚刚吃的时候就觉得还蛮柔软的。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有嚼劲，比较 Q 一点这样子。可是，一样就是它那个酱香非常的香。我们人都会问客人说你要软的还是酥的，我觉得他形容的真的非常精准，而且你一放到嘴巴里面，那个感受差别是非常大的。你以后来就说老板你不要问了，老板还没问你就可以跟他讲说2种都要买下去。都来。评论上有人说一定要点绿竹笋，不过老板娘呢，她都会先跟你说，现在绿竹笋很贵哦，大概怎样的大小就要多少钱，所以如果你能接受再点。那我自己是觉得，都来到这边了，就是给它吃下去就好。我吃下去真的觉得值得，很好吃对不对？很犯规对不对？我第一次吃到卤的那个绿竹笋，很好吃很甜，因为他们说这个东西贵，但是它其实是很好的东西，而且它是拿来做那种凉水沙拉的。敢吃辣的人一定要蘸一下这个辣，因为它这个辣是那种麻辣香加那种辣椒籽混在一起的，所以很香。结论就是推荐大家从山下开车10分钟上来，专程吃这一家，这个会成为我们年度20大店之一哦。对，我觉得真的非常好吃。我刚刚很 shock， 它竟然是素食我以为它是荤的，因为真的太好吃了，完全让你联想不到是素的。对，吃的非常的满足。这间是赖冈山羊肉，那这间呢其实是我们自己查到想要吃的，所以就问朋友说，这间 O 不 OK？ 然后他就推荐说，这间卤肉饭加半熟蛋，但是我们已经不想再吃，不是半熟蛋是蛋，就不想再吃任何的卤肉饭跟蛋的，所以呢我们就换成了面线。那刚偷看一下它的卤肉饭呢，是酱汁还蛮重，然后切成这样丁状的，看起来也是很好吃。然后我们另外点了1碗羊排汤，他说一定要点羊排汤，所以我们就得试试看。但是卤肉饭就先跳过吧。然后这里下来，我开始怀疑新店的还是只是单纯我们朋友口味很重，因为这碗面线呢，它真的里面呢也是加了蛮多的蒜泥，然后吃起来呢算是重咸香型的。其实很香如果不是我前面吃了那么多东西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会就3-2下就吃光了。这碗羊排汤很喜欢首先是它的汤头呢是属于那种浓郁的清汤，中药味呢非常的香浓，然后再来它的羊排啊，你看满满一碗，整个都是，然后肉质呢吃起来还蛮软嫩的，加上它那个有一点带那个皮呀，所以吃起来口感很好。你觉得牙口不好的人可以吃吗？可以。很香，我刚刚喝那个汤非常喜欢。其实它这2个东西虽然说味道是比较重的，可是我觉得真的吃起来超爽。我住附近，我1个礼拜来3天。会你夹一下那个肉给大家看，真的还蛮很柔嫩，真的。对。它这个皮也很 Q 很滑对，这其实不是它的皮，应该是膜之类的东西。对啊，每一块呢上面几乎都有这个膜，它吃起来口感相当好。那我们通常在吃这种羊排汤的时候呢，通常会带一些骨头，可是它真的是整碗几乎都是肉，你看没有什么骨头，然后分量还是这么扎实的多。我自己吃完，我觉得这间我自己很喜欢可以鸡推。
这一家是超人鲈鱼汤。一上桌呢，我们先点了3盘小菜，他们家小菜呢看起来都非常的漂亮。那他们家是有低消的，每个人头呢是250块起跳。那就是希望呢你坐下来就是要点一碗鲈鱼汤就对了。今天点的是鲈鱼汤，选中段。它其实有蛮多种可以选，前段、中段、鱼片汤，但今天鱼片汤没有。然后另外它有卖石斑鱼汤。然后朋友推荐呢，叫我们点卤肉饭，但是前面已经吃了太多淀粉了，我们就是坚决先把它剔除就对了。那这家的东西呢，卖相都非常的漂亮。像这个鲈鱼汤来的时候，本来觉得它很贵，可是一上来就觉得没有值得了，而且这鲈鱼超大一块的，而且它肉质很细致，然后吃起来很鲜甜。重点是它有2大块这个肉，我觉得是分量还蛮足的。我已经拿了1大块起来了，这碗里面还有。又皱眉头啦。对，除了这么大块的鲈鱼之外，它还给你还蛮多分量的蛤蜊，重点这个蛤蜊每一颗都很饱满。这边还有小菜可以开。我觉得它蛮注重这个它的汤的品质，真品质很高。除了饱满之外，它的熟度也很好。我刚刚这样吃下去的时候，仿佛吃到那种鲜金胶囊之类的，就是鲜味全部都在里面了。然后这鱼汤里面它还放了一些9层塔，所以还可以吃到淡淡9层塔的香味，超香的。它的汤非常厉害，不知道说它是重口味还是淡口味，因为你可以感觉出来它加的盐不多，可是呢，全部都是蛤蜊的鲜味，它的那个咸味都来自于蛤蜊了，所以是非常原味的一碗汤。所以这样说来，我觉得要说它是鱼汤也并不十分的精确，因为其实它的汤头呢是蛤蜊的鲜味比较多。蛤蜊的咸味来自蛤蜊，可是它的胶质来自于它的鱼，很厉害，很厉害，好喜欢哦。小菜叫做焦糖豆蛋，它基本上就是那种像冰糖系列的卤味，然后味道呢非常的甜，它基本上有点像东山鸭头了，但是很好吃，味道很高级。是东山那边的东山鸭头这么甜？很甜，对。但是它加了一个金桔下去之后呢，那整个甜味啊就变得柔和了，而且多了一个果酸香，很高级的味道。我们2个都超爱的，就觉得这件很厉害。就是梅治山药黄瓜，他们的小菜呢看起来都很精致，每一盘呢都做得像一个小塔一样。它吃起来呢也真的有像它看起来那么的精致。那虽然说每一盘以小菜来说价位是稍微有那么高一些，不过你想啊，有时候我们去南门市场买小菜，其实价钱不便宜，可是我觉得它吃起来有比在南门市场买的小菜还要开心。我觉得是大饭店等级的那种小菜了。这山药吃起来非常的爽，所以我觉得在一盘小菜里面可以吃到2种不同的食材呢，也是非常的惊喜的。这个是坚果南瓜，一个食物你看到它的时候，首先你对它会有一个想象。结果它放到嘴里之后呢，竟然又超出你的想象。它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味道，它吃起来竟然有一点点的微酸，然后其实很和谐，并不会觉得奇怪。然后再加上那个坚果呢，给它一种不同的口感，然后再加上它的香气，我整个好喜欢哦。这3盘小菜我最喜欢这个，好高级哦，这个味道。它是它的 No.1。对。我们刚刚吃了这么多东西，那想说这个淀粉感这么重，吃起来应该会很腻，就没有啊，它意外的清爽。这一间店啊，我们朋友说在地人其实没有办法常吃，因为消费比较高，你每天吃一定会破产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是这边的在地人的话，朋友来我会带他吃，因为这个其实假设是我家附近的话，我是吃不到这样的东西的。那人家来就是要吃你家附近吃不到的味道，那很多在地的口味是很好吃，可能在每个人家里附近都会有那么好吃的东西在。然后我觉得这是有它特殊性，我觉得这一间店我是会特地来吃的。以我一个外地人来说的话。
现在来到瑞芳美食广场的里面，那第一家先来吃这个风味肉羹。你说你第一家都会先来吃这个？对，还有吃龙凤腿，我很久没吃了，我已经忘记味道，但是我记得还蛮好吃的。这我第一次吃哎。然后你吃吃看哦，它的根啊没有切得很重这样，然后它很特别是它是那种沙茶在里面，然后你可以很明显吃到沙茶味道那种。香哎。对，我印象中就是这样子。刚喝到汤啊，会升起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沙茶会不会是手炒的？怎么可以这么香啊？这个沙茶真的有够好吃的，然后它汤是不是没有很强的那种勾芡，反倒是蛮特别的，对不对？强烈的柴鱼味，很好喝哎。这里面的肉羹量也蛮多的哦，而且这个肉啊，吃起来柔软，还蛮咸香的，超好吃的哎。我们通常看到这种评价数超高，然后评论也很高的，就会臭他说什么这是观光客在吃的。我觉得这没那么简单，它真的超好吃，可以排得上我们吃这么多肉羹汤的前几名，前3名一定有。它的肉感非常的强，所以你不会吃到很多的姜，你反而要吃到更多的肉，真的超棒。那我会想到那个天一顺，有没有？基隆天一顺，可是它又比天一顺多了一个那种沙茶香气，超强的这一间。而且它的瘦肉啊，不柴之外还很有弹性，很赞哎。这个鱿鱼我刚刚已经吃了，稍微有点脆感，也是蛮新鲜的。重点就是它的这个酱油跟沙茶都特别好吃。这沙茶太优秀了。我觉得它的鱿鱼切的也比别人还要更大块，然后跟它的肉羹一样特别大块，咬起来真的比别人还爽，真的。哦。这家本体根本就是沙茶嘛，而且它这一碗啊，沙茶分量也给的很足够，你可以吃的很过瘾。然后搭配这个9层塔，哇，他们很会，而且好新鲜的9层塔。叫做吃冰冰店。那我们点了一碗花生雪花冰，这碗冰呢是80块，那另外加了仙草，所以是90。我刚刚经过的时候，我真的有吓一跳。其实我有存在名单里面，那评论上面人家说这叫做真正的庙口美食，因为它就在庙的门口。对，没错。然后我觉得人超多这个时间。这个样子啊，想说有个刨冰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想到它有那种很特殊的刨冰，像我刚刚看菜单，它有抹茶红豆、抹茶雪花冰，还有奶茶雪花冰。那我们这个呢是整个雪花冰是用花生做的，非常的香。然后我转过来正面给大家看，你看到它光花生就有2种，一种是那种很绵的，已经煮熟的，还有这种就是颗粒脆脆的。那它这样子口感就会很丰富，而且闻起来真的超香的。它很厉害，就是它花生雪花冰的花生。哇，就像那种泡泡冰的浓度哎！在这雪花冰里面吃到脆花生的时候啊，哇，那个香气真的非常浓郁。那像我自己本身如果有得选的话，我会喜欢吃这种绵绵的花生。那2种口感你都可以一次吃到，很满足哎。我觉得真的点对了，有一种赚到的感觉。我们刚刚有点吵架，也不是吵架，就是我想要吃奶茶冰，他想吃花生冰，那最后我妥协了，结果好吃哎。但是平日下午后面长这个样子。真的人好多。如果是假日的话，你们就知道后面应该会是什么另外一个样子。应该外面都停满车。然后呢，它是户外的环境，没有冷气，东西很好吃，大家自己斟酌。
这一间是四木新福，看这个样子呢，就知道又是鼎泰丰的师傅出来开的啦。那这间在我们的名单里面已经很久了，所以就知道我们真的是超久没有来泸州了。不夸张，我刚入口的时候是先闻到了蛋香。那这上面有蛋是当然的，但是呢，这个整个米饭呈现的是有点淡淡的黄色，表示说每一个饭粒上面其实都有沾染一些蛋液，然后它的饭粒真的是非常粒粒分明，很 Q 弹结实。我觉得有一些人应该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口感，他会觉得整个饭太硬，可是我个人是非常赞赏。我觉得他在这个炒饭的功夫上面还蛮厉害的，因为我吃到那个青葱的脆。那像这种炒饭，我特别喜欢一点就是它没有加酱，所以更能够吃出蛋香跟米饭的香味。除此之外，我觉得它的咸淡度也是很适中的，不像有些炒饭吃起来会淡而无味，或者是过咸。不过就以跟鼎泰丰比起来，我觉得鼎泰丰会更湿润一些些。看这个纹理，就知道这个肉非常好吃。我们刚刚咬下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很容易就会把它分离了。然后整个里面呢，有一点淡淡的酒香气。重点是这个排骨非常的厚，我们目测呢大概有1.2到1.5公分那么的高，而且整个蛮湿润的。我觉得配上薄薄的粉啊，然后再加上那个胡椒粉啊，很香也很好吃。然后它炸粉里面有用一些粗颗粒的胡椒。重点是这一份这样子170，我觉得是蛮可以的。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还蛮合理的。干拌猪背鱼软馄饨，哇！没有想到能够在泸州吃到这样的东西，通常就是只有在基隆能够看得到。这个价钱还跟鲜虾馄饨是一样的，这样一份好像8颗110块钱，我觉得也还可以。里面有猪背，还有鱼软。重点是它吃下去真的哔哔啵啵的，那个口感真的是鲜，很好玩。对，我刚刚把猪背分开来吃，它口感是有点嫩嫩的，像干贝那样，不是说真的很纤维化那种干掉的。它有干拌的版本，也有辣油的版本。那干拌的版本就是不辣的。那我觉得它的调味上呢，蛮刚好的，就是很有味，可是又不会盖过海鲜的鲜味。这一份叫做绿油鸡，是不是大家想起了什么音乐呢？什么歌之类的？对，那这个绿油鸡呢，它其实就是葱油酱在上面，然后它的葱呢，我觉得切的真的是很细碎，比一般的葱油酱看起来精致许多哎。这一道我们是刚刚看隔壁桌点被烧到，因为觉得那个葱油酱非常的好吃，但是呢，相比之下呢，我就觉得前面2道非常的喜欢，这道有点相形失色，给大家参考一下。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这一年吃过太多太厉害的鸡了。这里是竹柏山庄，我们今天来这边用餐。那它基本上呢是一个农园，它有种咖啡豆，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物。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这边吃家常便饭。不过说是家常便饭，它的家常便饭也不是真的那么家常。我们一般在家里啊，也没有办法随随便便能吃到。其实他要说一个农园又不太对，因为这是他家的透天厝，他就住在这里面这样子，很酷。我们现在在等上菜，那先来看看这边的环境。环境当然是说很棒，然后重点是他来这边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好像你真的来到阿嬷家的感觉，无拘无束。但是你要那种什么餐厅要很有装潢的话就没有。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啊，其实它是属于石门，那后面呢看到这一片，它是阳明山的山脚下，也是属于阳明山的范围啊。点上来了，来这边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无菜单料理，他们今天有什么你就吃什么。那人多人少，他都会帮你配菜。像我们之前人比较多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肉的料理等等的。那他们这边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咖啡烤鸡。可是这个咖啡烤鸡呢，不是你人来就有，就是要先预约。来这
边基本上都会吃到这一道黑米炒饭。这个黑米是他们自己种的，采用自然农法，而且是自然倒吊去晒干的。它不是紫米哦，然后吃起来口感很像糯米，再加上啊，它里面应该用的是樱花虾去炒，然后加上蛋的香味。我跟你讲，他们这边不只是食材很好，就连老板娘的手艺也很好。喜欢吃这炒饭的，它那个口感有点介于糯米跟泰国长米那种香米之间。所以它这个炒饭啊，已经不是我们一般在讨论什么粒粒分明啊，或者是湿不湿的饭稠了，它吃起来就是超 Q 的。我们两个超喜欢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它就是一盘高丽菜。可是老板娘不知道怎么炒，用什么去炒了，它吃起来就是特别香、特别甜。我跟你讲，这附近种一种嘛，然后最新鲜的，吃起来就是好。菜脯蛋啊，跟高丽菜啊，其实都是很家常的菜。老板娘一直很谦虚说啊，这些某下面齁起来。但是呢，你来这里就是享受这个环境，然后吸收山里面的空气，吃山里面的水，吃山里面生产的东西，吃这一座山的养分。来一杯咖啡，这个咖啡其实是今天老板娘招待的，因为我们很久之前就有来拍过影片，然后她今天就认出我们了，所以就不得不接受她的好意啊，谢谢老板娘。这杯咖啡同样也是这座山的养分。那这边老板他们夫妇最自豪的呢，就是他们是这里最早种咖啡的人。像今天来，他们两个也是在农忙，在忙着采咖啡豆。这里看下去，其实就可以看到不少咖啡树了。那其实呢，这整片应该都是他们家的。像咖啡我们很常喝嘛，可是这一壶呢，它是咖啡叶茶，就不是像咖啡一样这么容易就可以到处喝得到的。那我觉得呢，我们看过很多那种自己栽种的人啊，他们会有一个特性，就是那个东西他要从头到脚都把它好好的利用完，才不会浪费他的心力这样子。像这个呢，我觉得也是一样。这个很好喝，其实我很喜欢喝这个咖啡叶的茶，喜欢这个茶。这其实蛮类似龙眼花茶的，对，它其实没有什么咖啡的味道，反而有一点淡淡的，类似像花香。我觉得是木头香。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些咖啡树，其实上面都还有一些咖啡豆，只是还没有成熟，绿色的，这个要过一阵子才能采收了。你看那边有比较熟的，都变色了。我们现在下去看一下他们今天早上采的咖啡豆。现在就是采下来咖啡豆全部都在这个桶子里面浸泡。那我没有问，所以我也不知道制成是怎么样子的，只知道呢，我就是闻到一股很像发酵的味道，对不对？你看这边的咖啡啊，就比较结实累累，比上面的果实多了。你看这颗木鳖果，不觉得很羡慕它吗？它每天就这样躺在吊床上面，很惬意的样子。我跟你讲，我刚刚在下面看到它还有种木瓜，还有更大的木鳖果园。你看，这是老板娘刚在处理木鳖果，它切好之后就这样子，超红的。我们来到这里，不一定是吃到最好吃的料理或最好喝的咖啡，可是呢，来到这边就是享受这片山林，然后接受山林的馈赠，用这片土地的水、这片土地的空气、这片土地的养分，孕育出这些美好的食材。那我们来到这边的话呢，吸收这些东西就会觉得很开心。这里是青山大闸蟹，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我们现在才来品尝秋蟹。那这个地方呢，离刚刚的竹柏山庄还蛮近的，开车大概4-5分钟就到了。那刚刚听竹柏山庄的老板娘说，他们家的黑米其实也是种在这个附近。那其实大闸蟹呢，黑米啊，还有咖啡，据说都是对水质还蛮要求的。我们今天基本上就是走一个大自然的馈赠的路线之旅，然后秘境冷门景点。
的消费方式很简单，就是螃蟹称重。那你看到称多少钱呢，就是多少钱，很简单，也不用担心说怕被骗。那你桌上看到这个面线还有茭白笋呢，就是它都是送你的，像我们2个人，他就送2人份。可是我们今天就表明说我们已经吃过了，所以他就有送少一点点这样子。啊，我们其实是只有点1只螃蟹，比较不好意思这样子。就是1人份，所以基本上是要给我们1人份的东西才对。然后感谢。他就是也对客人都还蛮好的，只怕你吃不饱，不怕你多吃。这个3只最出名的就是茭白笋，就在石门的隔壁，也是吃水质的，这个当季的好吃。我们想说来吃个大闸蟹当点心，没想到一吃到面线跟茭白笋，肚子又饿起来了。啊，这个面线呢也是要称快，不然的话呢，它就会结成一团啊。那因为我们才刚去完石碇那边面线也是很出名嘛，所以我们知道说面线其实也是很吃水质的。还有茭白笋也是很吃水质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大自然馈赠之旅。哇，拆蟹之旅。我们就是来吃个点心，所以先点1只吃吃看。那这只就是称重啊，它称出来呢大概是730块左右。那大家来就是看你今天的螃蟹大小，那个价格可能会不太一定。我跟你讲，它刚刚活力超好，所以它挣扎到它的螯都断掉了这样。我觉得这间店啊，它很适合单身友善或是少人数友善，因为你就1个人来，然后点1只大闸蟹，然后就有面线跟茭白笋，哦，1个人这样吃很丰盛哎。你会拆蟹吗？不太会，可能要 Google 一下了。哇，满满的蟹膏哎，这看起来超好吃的。哇，我觉得我今天会痛风，因为痛风也不太能吃笋子啊。1只而已，还好吧？对，你多吃一点，你多吃一点，我少吃一点。哦。接吧。哦。哇塞，真的是满满的蟹膏哎。可是我刚刚把面线吃完，因为刚刚有听到人家说把蟹膏弄在面线里面更好吃，不好意思，不小心都吃光了。这个画面有没有太诱人？这张就是封面图了。你赶快吃，你赶快吃。好吃吗？你说你会痛风是不是？对啊。那你就吃面线就好，其他都给我。好，给你。它真的好甜，蟹黄好浓郁哦，而且它很会弄，就是那个蟹黄的熟度非常的刚好。我们之前呢在大餐厅有吃到比较大只的螃蟹，然后现在螃蟹是真的很贵，这样的大小就要1000多块了。那我觉得我们点这样的虽然是小小只的700多块，那我觉得像我们2个人啊买2只吃是我觉得很可以，非常划算。1人1只这样。哇，来，这么厉害！他有给你那个蟹锏啊，来做一个超痛风吃法，这痛风人看起来就会很痛苦的样子。仇恨值拉满的一口，你吃。哇，我原本以为你要给我吃，你给我塞嘴巴里。碰我吧。还好我不会，这样我就不会痛风了吧。这里还有无限供应的姜茶，重点是蛮好喝的。等到天气冷的时候来喝，一定更厉害。我跟你讲啊，这边到12月中，所以你还有2个月可以喝。来这边用餐，听着潺潺水声，特别的放松，就像时间，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那这边的水呢，很干净，它是从擎天岗上面流下来的哦。我刚刚在捡那个蟹钳的时候啊，
剪得超慢的。但是如果以平常我在都市里面的个性，我会很快把它剪完。来这边不知不觉你就会把动作放慢。在我身后的是石门的百年梯田，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到。那你要说它有多漂亮呢？其实也还好，就是这样。可是呢，这个环境真的是很舒服啊！哇塞，这个大闸蟹就养在这里耶！天哪！哇，活的活的。它是不是想要逃出来啊？来到阿嬷家渔村料理，那顾名思义啊，它是渔村的话呢，就可以看到一些渔村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可是进来呢，又看到它是一间那种红砖不找错的感觉。可是呢，它又结合了咖啡店，所以整间店呢就是一种东方跟西方啊，现代跟传统的这种融合冲突。是渔港限定炸鲨鱼。我们来尝试一下，你看哦，炸鲨鱼其实是在这个我们北海岸还蛮常见到的料理，可是我很少看到它这样子去呈现，它是用一个塔塔酱，等于是英式炸鱼薯条的这种方式来呈现。这道料理呢，它虽然是用炸的，可是因为它油沥的蛮干，再加上这个塔塔酱啊，微微有点酸甜酸甜的，所以其实整体吃起来蛮清爽的。那鲨鱼的这个质地呢，又是比较软嫩一点，跟我们一般吃到那种炸鱼薯条啊，很扎实的，又有点不太一样。这道是姜爆小卷，他们家的小卷非常的新鲜，你看哦，非常的光泽有弹性。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说，一般我们在吃那种姜边的料理的时候啊，就是食材不一定会沾染上姜的香味，通常你要吃到这个姜本人的时候呢，才会感受到那个姜的香味。可是呢，没有，你光吃这个小卷，它就已经沾染上非常多的姜的味道了。我们今天点的蔬菜是槟榔花，那它的口味呢做的就是蛮清淡的。其实整个来说呢，我觉得是很清爽。如果在夏天来吃的话，我觉得吃起来有点像在吃那种笋子的感觉。这呢是高粱家常香肠，他们家的香肠我觉得比较偏肥一点点，可是你又不会感觉到太油腻。那高粱的味道呢？是比较重一点点的，所以它整体来说呢，就是你可以吃到那种酒的香甜味，非常的浓郁。但是我比较喜欢我之前来吃的，因为它之前的时候烤的比较脆一点，然后现在这一次就比较没那么脆。我觉得如果久久没来吃，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道是阿嬷的卤肉，我们来吃吃看。看它这个肥油的部分，这是他们家的招牌。他们家的卤肉算是蛮有水准的，不是化开的那一型，比较多的是软 Q。那味道的话呢，就是算是甘醇系的那一种，会回甘的，然后呢没有太多的甜味，咸味的话，对，也是蛮刚好的。知道有些人会怕肥肉啊，然后有些人比较喜欢吃化开。它这个虽然不是化开，可是吃下去的时候不会觉得恶心，我觉得算蛮好吃的，很有水准的那个控肉这样子，我觉得大家可以点一下。是阿爸特制鲨鱼羹，那其实它的羹汤呢，就是里面其实已经有带了那个醋的酸香味了。可是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呢，还是可以再加一点醋下去。刚刚我们家阿公啊说，这个醋一定要加下去超香的。
加下去之后，它的酸气跟原本的酸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鲨鱼羹的部分呢，它是整块的鲨鱼鱼肉，然后裹点粉下去炸，放到羹里面去。那我们刚刚有点一道炸鲨鱼嘛，可是呢，同样都是炸的，但是它因为裹的粉不太一样，所以你吃起来的感受也非常的不同。这个醋我觉得特别厉害，它的这醋啊带一点点苦，然后味道是属于回甘型的，很特别。这间餐厅啊，我们大概差不多2年前啊，1年半前来吃过。我觉得口味稍微有点变，那怎么变呢？就是它的口味变得比较清淡，因为我想说它之前的话比较重，可能有很多的人会觉得太重，然后可能跟他们反映。所以像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觉得没有像以前编的这么的重口味，我喜欢重口味一点的江边小卷。不过它小卷一样新鲜，所以我觉得这比较看人啊。我对之前的味道没有那么有印象了，但就这一次的体验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天气渐渐热了嘛，那你吃这样子味道不要太过于重的话呢，其实是对食欲比较有帮助的。我现在来到这一间叫做金山大王螃蟹，然后想说，你怎么来一间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店？其实因为我在金山这边拍过非常多间店了，然后我今天可能是一种观光客的心情，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要来吃这一间，所以我就来拍。那我其实在这边我有拍过别间的那个大王海鲜粥，其实不错。那这一间的话，它比较特色就是说，它有很多这种螃蟹的东西，那它也食材刨得很快很新鲜，所以我今天特别想吃它。而且我们之前有吃过它的那个火锅的石头锅，真的是非常的惊艳。来了，先来吃这个鲨鱼烟。我们刚刚站在那个外面的餐台上面看的时候啊，发现它凉拌的小菜看起来都超好吃的。这一盘是150，那我觉得价格贵还是便宜呢？大家就是自己斟酌。但我是觉得它的品质蛮不错的，看起来非常的好吃。这好像什么骰子牛肉啊，骰子鲨鱼烟3个酱吗？3个酱。骰子猪五花。这一家的鲨鱼烟呢是切成比较方块状的，那我们刚好拿到这一盘呢是鱼肉比较偏多的部分，但是也很好吃，因为它鱼肉很细致。那就算没有吃到太多这个胶质的部分呢，还是觉得品质是很好的，很棒。我觉得很肥，很好吃。来到专卖海鲜的店呢，如果有凉拌海菜可以点呢，我就绝对不会点烫青菜。然后这一盘是70块，我们来吃一下。我已经好几年没吃了，然后他们现在有出这种冷泡茶，我觉得很好喝，我最喜欢这种里面有茶叶的那种。凉拌海菜非常的好吃，它非常的开胃，有点微酸的，然后带一点芝麻油的香气。我觉得夏天吃这个啊，真的会比青菜好很多啦。接下来呢，就是预算稍微有点小爆表，所以我今天只有点海鲜粥而已，就没有点螃蟹。那这一大碗200块，其实我是觉得不贵，因为它里面食材蛮多的，而且你看这个小卷这样子晶莹剔透的感觉，真的是超新鲜，而且它每一种食材，我觉得料理的都蛮恰到好处的。你看这个鹅啊，还这样 Q 弹的，它完全没有老掉的样子哎。数了一下，虾子也有差不多6只，里面料真的还蛮丰富的。你来吃吃看吧，他们家的特色就是食材跑得很快，然后很新鲜，特别是他们那些万里蟹什么的。那现在不是季节了，所以我也特别没有点。其实我刚刚看到排队，我就觉得蛮放心的。像这种排队的店呢，它食材要不新鲜也蛮难的。之后还会感觉到料比粥还多这样。它每一种食材，包括米粒的口感都处理得恰到好处。那这个小卷呢，竟然还吃得到它那种新鲜小卷特有的黏滑感哎，这鹅啊感觉会爆浆的那一种。
是万里手撕包，我们来买一个看看，哇，超香！我觉得印象中是很好吃的，但是我记得你好像没吃过。这个地方啊，它撕开来会一层一层的，然后咬下去呢，哇，整个都是那个奶油香，我真的超喜欢的。我跟你讲，每个来拍的人，他们都是这样讲的。真的吗？我等一下要，就像你讲了，我等一下要多买2颗回家。对啊，我刚刚就说你应该先吃一下，然后它很大，这一颗100块，可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下子就会吃完的。就算你吃到的不是上面酥酥的这个部分，它底下呢非常的柔软，然后也有奶香味，就是一个简单然后传统路线的面包，可是就是很好吃。我觉得其实不简单，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而且它那个甜味是一层一层的透出来，奶香跟奶油香都很够。它上面有那种算是糖浆还糖霜的那种甜香，也很好吃。怎么样？又买了2个，对不对？小皮也喜欢吃。你别这样说，你现在只留了2个给别人而已。这一家很厉害哦，米其林名副其实的米其林，它的名字就叫做米其林。然后它是卖这个就是蠕动卷。那我们呢，以前本来觉得平淡无奇，而且它超便宜的。有一阵子很常吃到觉得说，这个普普通通。结果呢，我们就是到东部去吃了几家有名的，然后也吃了一些连锁的，就发现没有，它非常的厉害。真的就是后来就吃别的，怎么吃都不合口味。所以它其实非常好吃。那我们今天来有发现它价格稍微调涨一点点，但我还是觉得在非常非常之合理的范围内。然后尺寸呢，就是有一点点跟它以前蛮苗条的，然后现在更苗条了。对，但是呢还是很 OK。你先试试看看口味有没有变。好。依旧好吃，对不对？尤其它中间那一层。对，我买的是芋头口味，它其实口味蛮多种，但是他们就是芋头跟鲜乳的卖的最好。哇，你刚刚说什么？芋头好浓，奶油好滑。对，然后我告诉你，它的芋头是那种抿下去，它基本上就是已经化掉的啦。还有蛋糕湿润，超棒。而且它蛋糕体不是只有说湿润而已，是有点像轻乳酪那种，抿起来有点绵绵的感觉。我跟你讲，你别看它这样哦，它光吃这个就还是湿润的哦。下面这个面包体，光蛋糕你不要去沾到奶油，也都是湿润的。对，我跟你讲，你们来万里一定要试试看这一间超赞。我跟你讲，这家的东西各地的团妈也都是团爆了。我跟你讲，我刚刚看他那个墙上的订单。哇，他狂贴狂写这样子。对，没错，就是你看到冰箱里面有货，但那个货可能不是你的，因为都贴了订单。我跟你讲，墙上也都是啊。它这条啊，原来的体积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样子一条209。其实我觉得它好像没有变小，是它的那个盒子变大了。因为好吃，所以我什么都原谅了，是这样吗？不是吧？不是啦。可以啦，可以。这家的东西呢，主打就是2个，一个是刚刚的蠕动卷，一个就是泡芙。这泡芙真的比脸还要大真的。可是摆在我脸的话会小一点点的，吃吃看，这个是他们的名物。天哪，好酥的感觉哦，一直在飘那个粉，那个酥脆的皮。这个泡芙呢很厉害，它有2种口感，上面呢就是比较偏向传统的泡芙，那旁边呢就像是可颂那一种酥皮。我觉得它真的是可以称为大泡芙。哇，吃这个真的会一直掉，这千万不要在家里吃啊！我的脸都快陷进去了。下面要弄一个大盆子，各位看看他这一年最狼狈的样子。你看他的衣服，他一定不知道现在衣服他就我看到了，我努力吃了很多口，终于看到内馅了，哇，超满的。可是我很难挤给大家看一挤就都碎掉了。这个巧克力很好吃，它微苦微甜，然后呢又稍微的融合一点那种奶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不会说整个到太巧，所以你整个吃掉呢不会有一种腻口到不行的感觉。真的很好吃耶！想要看自己的太太狼狈的吃泡芙，不要拍我，来这一间就对了。
要在万里呢解决完美食跟景点特辑。可是呢，今天天气太冷了，然后上礼拜吃完一美就太想念石头火锅了，所以决定来吃福源。来继续吃我们的数一数二。因为啊，万里其实跟金山非常的近，所以我们也很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福源火锅排进行程里面。只是有一点要注意，它就算是离峰时间，也很可能要排队。他们家消费方式还蛮特别，有这种小的个人锅，然后也有大的很多人一起吃的火锅。那我觉得如果人数少的话呢，你选个人锅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大的话，我刚刚看开锅费好像就要300-400块了。可是它里面也会有一些基本的料，所以人多吃大锅其实是非常划算的。我们来拿一下菜盘，它蔬菜的部分还蛮便宜的，这么大一盘要50块。然后火锅料的话呢，因为我们上周才吃完益美嘛，它的分量呢有比益美的少，然后但是价钱也是比较低一点点的。我觉得如果是你一个人吃的话，这个不错，因为你就不用一次要吃一大堆一样的东西。哦，拿一个套 Q 好了，我们上次被套 Q 给烧到了。哇，滚了滚了滚了！来吃来吃来吃！哦，我们来开吃啦，先喝一下汤啦。那它的汤啊，比较特别是，也不是特别，就是它是大骨汤，所以就是比较单纯一点。然后你不会一开始喝到汤觉得很惊艳，可是你东西全部加一加之后呢，一起喝，比如说蔬菜多一点，哇，就会很鲜甜。就是可以包容各种食材就对了。福源的汤头就像是个很好相处的人，他可以配合大家。比如说你蔬菜放多一点，它就会变成蔬菜甜味多一点。那益美的话，它就是个人的意识比较强，它可以大家都不会去影响它。就某一种人突然看到它会一见钟情。对，所以益美的话就是那种喜欢它的汤头就会疯狂的爱上，但是不喜欢的人呢，就是你怎么样也改变不了它。但我觉得不喜欢的人也会偏少啦。我觉得福源跟人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沙茶酱，这一吃呢就知道不是我们熟悉的牛头牌，它更接近 XO 酱一点，但是没有辣的那一种。意思是什么呢？你可以吃到很多的那种颗粒渣渣。其实如果一般店家可能用牛头牌已经算蛮下重吧，因为牛头牌其实成本蛮高的。他们家的这个沙茶酱金贵到，如果你要外带的话，酱是另外付费的。对，就算你只吃下一口也想带回去的话，也是要付20块。可是我觉得合理，因为手炒这个的话，真的超费工的。对，但是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接受，就不要来，真的。我就真的有朋友就是没办法接受，所以他就不来了。这个个人锅啊，它其实跟一般小火锅一样，是有基本菜盘的。那上桌的时候呢，就已经帮你摆好在锅里了。所以呢，如果你有想要额外加点什么的话呢，再去冰箱里面拿就可以了。其实我蛮喜欢这个方式，因为我常常在选这些菜的时候有点偏食，有一点选择困难。不是，而且啊，就是说你菜盘一拿，你就一样的东西要吃好几个。但我喜欢就是我什么都吃一点，然后都吃一个就好。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我很喜欢的部分，就是他们的肉啊，是那种比较接近那种手切啊、温体肉那一种。你的牛肉可能比较没有感觉，可是如果你看我的鸡肉、猪肉就是了。猪肉比较明显。你看，不是那种肉片薄薄的，然后去炒的，你看感觉到它有厚有细这样子，哇，那吃起来的滋味超棒。然后它猪肉的纹理还蛮明显的，就蛮像是我们在市场上面看到的那一种，就是漂亮的切好的肉。你看它的鸡肉也是，哇，纹理超美的。哇，我的肉先下一下喽。看，是不是跟人家不一样？哇，这个肉真的有够好吃的。被你讲的，我都有点后悔我点牛肉了。你没发现它的猪肉跟牛肉价钱是一样的，就知道了。我吃别的火锅不一定会沾酱，但吃福源火锅一定要吃酱配肉啊，不是吃肉配酱。你看鸡肉也很赞吧？你吃一个看看就知道了啦。蘸一下酱，蘸一下酱。我吃过火锅的鸡肉里面最优秀的。对，因为你从来没有来这边点过鸡肉，没想到它的猪肉、鸡肉其实是厉害的，一点鸡腥味都没有，然后该嫩的就是嫩，但是不会嫩到让你觉得很假。哇，同样在港边，我觉得这应该不会输太多啦。不过这个好像是小卷哈。对，小卷。赶快夹一个这个小卷，看起来很行哦。对，不可以太熟，这我们经验。
我上次吃完益美啊的那个粥啊，我马上就痛风，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所以我现在把汤弄淡一点这样子。他们这个煮成粥特别好吃，是因为你看他们的肉啊都有加很多洋葱，所以它那个饭最后会很甜。收的差不多了，快来。金山最美的一道风景，我每次都讲一样的话。吃饱啦！我今天点了一个石头锅，然后外加一份牛肉。那石头锅是250，牛肉80块。可是呢，我最后还剩了一大碗，我根本没把它吃完。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的话呢，就是一份单纯的石头锅就够了，饱到天边去。它石头锅是有含肉的哦，就可以4选1。那福源火锅呢，最强的就是他们家的肉，然后还有沙茶酱。那我觉得火锅料之类的都是水准之上，那菜盘很便宜，蔬菜类的这么大盆，然后这么大盆，然后都50块这样子。而且我觉得 CP 值真的是无敌高的，重点是够好吃啊。其实这边呢还有卖热炒类的东西。那之前观众就留言说，为什么你来这边没有点白斩鸡？那事实上我们的食量吃完石头锅，再也吃不下任何的东西了。我觉得福源火锅真的超神奇，因为有人说它是加油站火锅，也有人说它是农会火锅，因为就刚好在这2个地方旁边都没有错。